一个一个扔，你看，是吧？When the Chinese come from China, they settle here. Muslim settle here. Indian people settle here. Christian people settle here around the river. They build the church. Because of the king not allow local people and foreigners stay in old city. 你看他让你进去看看。这是什么地儿啊？警察局。这是清迈府警察局啊。Less active during the midday heat. However, this pattern is varied by season and prey activity. Tigers are territorial and usually solitary in nature. 大这个要让它离开你了，太快了！我去，这儿呢。拜拜。这还有呢。Hello, giraffe. is 5 meters tall. Antler is 2 meters long. 对，长颈鹿一直都有俩脚。Zebra giraffe always stay close together. Giraffe can help save this. 是这个吗？哎，这俩谁是谁的我也分不清，都是肌肉。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今天是2023暑假旅行的第9天，也算是小朋友们在泰国旅行的第6天。今天小朋友们的计划很简单，那就是要在清迈古城里逛一逛。半天的时间，逛了10几个寺庙，基本上把清迈古城里有名的寺庙都转了一个遍。与此同时，咖啡馆也品尝了好几家。晚上去游玩了清迈夜间动物园，半夜回到清迈古城，又是饱饱的一顿泰国美餐。昨天晚上小朋友们睡得相对比较早，因为基本上做好了今天的游玩计划，整体来说还是很充实的，还是要抓紧时间才好，所以早上8点半就要起床去吃早餐。这个有点辣。我就不喝饮料了。自从来到泰国，只有今天订的酒店是4个人带早餐的，因为在其他的酒店总有一位小朋友需要另外加钱，而且还都不便宜。只有今天这个酒店很实在，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第一次在泰国吃自助早餐了。它这西瓜特别好吃，你吃饱了吗？你还没吃饱吗？还没吃饱啊？吃过早餐，去2楼游泳池边的吸烟区歇一会儿。此时坐在户外，已经感觉到有些热了。在清迈白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会比较晒，感觉很热，而且稍微一走路就会汗流浃背。所以小朋友们回到酒店房间，经过紧急磋商，一致同意暂时取消清迈大象营的计划。今天的天气看上去多云，但也很可能会变化无常。站在酒店的窗前，正对着清迈古城的东门塔佩门，沿着东门往东是塔佩路，正好还能看到车塔湾寺。小朋友们做完交完作业，然后继续讨论今天的行程，最后决定今天只在清迈古城里活动，而且我们4个人还是兵分2路。哥哥带着我去逛清迈的寺庙，我们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打。妹妹则带着妈妈去逛清迈的咖啡店，因为他们随时可以坐下来享受凉爽的空调。中午12点收拾东西出门，塔佩门喂鸽子拍照可以说是游客们特别热衷的一项打卡任务。如果要想拍出歌舞飞扬的照片，必须要买赶鸽人手里的食物喂鸽子，才能站过去拍照。他们负责吓唬鸽子飞起来，创造唯美的效果。其实早在2017年，清迈政府就禁止个人在塔佩门随意喂鸽子了。据说后来就出现了现在这种职业赶鸽人。简单说，你站边上拍鸽子可以，但是想人站过去跟鸽子合影，还必须得买鸽子食物才行。看来这塔佩门的鸽子基本上都是吓大的。
么样？今天出来经过塔佩门，小朋友们第一个想要去的是大象自然公园办公室看看，因为清迈有很多大象营，来清迈不看大象会很遗憾的。但时间和天气等似乎并不允许，所以小朋友们放弃了去大象营的计划，但也好奇，想要去具体了解了解。清迈的大象营有很多：大象自然公园、帕塔拉大象营、美康大象保育中心、清迈大象庇护所、大象养老院、梅林大象庇护所、大象救护中心、大象之家、康达大象保护区、美沙、美望、可巧大象生态公园等等。实际上就是去给大象喂食、洗澡、玩水等等。当然，并不是骑大象、看大象表演那种。在大象自然公园办公室，小朋友们用英文简单了解了大象营的价格和时间。虽然没有去成，但还是很有收获的。了解了大象营之后，我们沿着勒查曼卡路西行，经过清迈白庙，一直来到帕泡考路上的清迈古城最著名的汽笛龙寺。我们两路队伍就此分开行动，哥哥带着我逛寺庙，妹妹带着妈妈逛咖啡馆。汽笛龙寺是需要买门票的，我们俩每人50泰铢。检票进入后，首先看到的是城市柱。清迈的城市柱也被称为因塔因柱。每年清迈都会举行清迈城市柱节庆典，因为清迈人民相信城市柱代表着清迈的繁荣与昌盛。不过直到如今，人们依然遵循着古训，不允许女性接近城市柱。哇，这敲那个应该是吧？今天城市柱旁边的大殿似乎正在修缮，沿着大殿旁边的小路走过去，就是清迈古城中最高的建筑汽笛龙寺。汽笛龙寺又名大佛塔寺，大佛塔虽然看上去损毁严重，但依然是清迈古城中最雄伟壮观的建筑。走在汽笛龙寺巍峨屹立的佛塔下，旁边一座座好像别墅的房屋排列整洁，僧侣大都显得悠然淡定。挺好玩，一个一个蒸，你看，是吧？汽笛龙寺大佛塔呈四方形，西南侧共有6头大象雕塑。大佛塔的西南面有黑色的殿堂，正西侧大殿里还供奉着一尊金色卧佛。走到大佛塔的西北角，小朋友发现了一棵炮弹树，就是因为其果实长得很像生了锈的炮弹，并且真的会爆炸而得名。公元1391年，汽笛龙寺开始建造，最终于1475年，大佛塔被加高至90米后才整体竣工。公元1545年，清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导致大佛塔的尖顶一夜之间塌毁，露出了寺庙内供奉着的佛像金身。后来在16世纪缅泰战争中，汽笛龙寺无法避免地遭到了炮火摧毁，时至今日，高度仅剩下50多米了。在汽笛龙寺里转了半个多小时，重又返回到帕跑考路上，此时正好是中午1点半。紧邻着汽笛龙寺北边，还有一座珍贵的纯兰纳风格柚木建造的寺庙，始建于14世纪，于1876年重建的盼道寺。从盼道寺出来，继续沿着帕跑考路往北走。泰国身为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国家，就连泰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也大都是寺庙，尤其是在泰北玫瑰清迈，据说在清迈大小寺庙总共有300多座，仅在清迈古城内就有34座。今天计划把清迈古城内知名的寺庙都转一转。白天清迈古城里的街道上游客很少。他们会在哪边靠边？那边。走到帕跑考路与勒查当能路交叉口，与昨晚周日夜市的拥挤完全是天壤之别呀！在清迈古城里，除了寺庙之外，还有很多的咖啡馆，
前方十字路口就有一个 H 小熊咖啡馆，因为妹妹和妈妈正在那里等我们呢。这个店里主要是售卖一些草本产品，包括来自泰国草药的熏香、茶、护手霜和精油等。小熊咖啡馆占据一半，游客可以在里面休息聊天。可以喝完这个。我发现了。溜达就溜达吧。在咖啡馆里休息了20分钟，小朋友们决定一起去往北200米的清迈三王纪念碑。走。沿着帕跑考路走过因塔华洛洛路，有一座宽阔的广场，广场西侧正中央，清迈文化艺术中心前方就是清迈三王纪念碑。据说清迈古城的城址就是他们3人一起选定的。三王纪念碑的3个国王分别是中间位置的兰纳国王、孟来王，左边的帕瑶国王、南孟王，以及右边素可泰国王、甘兰亨大帝。据说清迈最古老的佛寺与清迈古城同时建造的清曼寺碑铭记载，王城始建于公元1296年4月12日，也就是元朝元贞3年。王城名字全称诺帕乌里施纳空平清迈，简称清迈，意为新城。清迈三王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清迈古城的3位创始人于1983年而建造的。2條 when we finish we get on 2條 to Chinatown. This is Chinatown used to be cemetery for royal family, not cremate, keep the ash only. And then when the Chinese come from China, they settle here. Muslim settle here. Indian people settle here around the river. They build their church. Because of the king not allow local people and foreigners stay in old city. 三王纪念碑东边帕跑考路对面有一座兰纳民俗博物馆。从三王纪念碑广场北边走过乐塔维基路，有一个泰国邮政网点，在这里可以邮寄明信片。沿着帕跑考路继续往北走，路东边一大片是王太子学校。当年第8代清迈王英塔瓦洛洛西里亚旺捐出自己居住的宫殿，用于兴建新的清迈学校校舍。1905年，暹罗王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拉玛6世瓦西拉兀亲临该校，并慷慨捐资，赐名该校为王太子学校。所谓的王太子，即是指拉玛6世。这所学校至今仍是清迈最好的中学之一。泰国首任女总理英拉即毕业于这所中学。据说现在学校的主楼前立着拉玛6世的雕像，学校一角还有一尊清迈公主达拉拉斯密的雕像，她是第7代清迈王的女儿，第8代清迈王的妹妹。1886年，13岁的她嫁给了拉玛5世朱拉隆功。据记载，清迈王太子学校的土地则是由这位清迈公主捐赠的。如今，王太子学校的路对面是清迈职业学院。走到帕跑考路13向右转，前方不远就是清曼寺了。此时阳光突然明媚了，小朋友们也有些饿了，正好有家泰国餐厅。进去，小朋友们分别点了一份意大利面和牛肉面。刚才还阳光明媚，突然间又下起了雨。吃过午饭，已经是下午3点50，我们再次兵分2路，哥哥带着我去清曼寺，妹妹带着妈妈继续逛街找咖啡馆。还有旅游介绍，也主要针对到外国人。我看这个小酒店里住的全是翻译的人。好。据说位于清迈古城中东北部的清曼寺是清迈最早的皇家寺庙。1296年，孟来王开始兴建清迈城，将一处名为班清迈的地方当作临时营地居住，以方便监督整个建成工程的进行。这一地方就是现在清迈寺一带。清曼寺面积并不大，寺中有一座戒堂、一座大象佛塔、一座大佛堂和一座新建的小佛堂，以及僧院和藏经阁。
从清迈寺东边正门出来，正好是清迈古城中纵贯南北的乐查帕钦奈路。此时妹妹带着妈妈已经走到了清迈古城的北门白象门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是古城外的罗摩利寺，正好也会路过白象门，那就沿着乐查帕钦奈路往北走吧。从三王纪念碑到清迈寺，小朋友基本上了解了清迈建成的历史。这不都是小旅游点这种吗？都在这报名呗，是吧？太屌了！沿着乐查帕钦奈路走到头，便是清迈古城北边护城河内环路西铺路。继续往西走一会儿，就是白象门了。没事，一会儿你看那边好像还有云呢。哎，那是山还是云啊？那是山吧？那是山。啊。那是有一森林公园吧，国家公园。哇，这是大排档哎，对吧？应该是好像烧烤吧。当年孟来王乘坐白象走过的路被后世命名为白象路，而孟来王入城的北门则被命名为白象门。眼前就是清迈古城北门白象门，一直以来都是为王室专用的城门。在加冕典礼上，国王都将从此门进城。不过走进白象门似乎正在考古施工的样子。据说2022年9月一场大雨导致白象门及周边的古城墙坍塌了。走过白象门，来到清迈古城北边护城河外环路尼玛纳帕拉特路，沿着护城河继续往西走。此处路北，也就是右手边，应该就是白象门夜市。这个夜市大概在下午5点左右开放，直到晚上11点才会关闭。价格低廉且美味可口的泰国街头美食成了这个夜市的标签。虽然规模并不大，但这里不仅包括地道的泰国美食，另外还有中国和日本的美食。据说著名的凤飞飞猪脚饭就在这里。走在护城河边，小朋友说，来泰国玩好像不是逛寺庙，就是在吃泰国餐。就好比今天这样，来泰国旅游不是在寺庙里，就是在去往寺庙的路上。把手机地图适当缩放一下，清迈古城内外中能显出图标的几个地标只有塔佩门、西迪龙寺、三王纪念碑、清迈寺、罗摩利寺和帕辛寺。如果以此为今天的目标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2/3了，那继续努力。走着走着，小朋友发现护城河南边有一座带有金马雕像的寺庙，原来这是关卡马寺，据说这里曾是养马场。经过关卡马寺，再往西走一点，路北就是罗摩利寺了。小朋友对这座寺庙还是有印象的，因为昨天从清迈机场到塔贝门酒店正好路过这里。走进大门，小路两旁各立着一头白象雕塑，凸显出一种高贵的皇家气质。与寺门正对的是罗摩利寺的大殿，不同于泰国多数寺庙以金白两色为主色调，色调相对沉着古朴的柚木质大殿散发出浓郁的泰北兰纳风格。大殿西侧是寺庙的停车场，绿地上排列着12生肖小雕像。走到大殿的北侧，则是罗摩利寺中著名的佛塔。佛塔前有一个绳索轨道，可以拴着一个竹筒，从下面送水到佛塔顶层的佛龛。这座佛塔里供奉着兰纳国王的骨灰，所以罗摩利寺也可堪称是100年皇家佛寺。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摩利寺中也有一座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四面佛。据说寺里还有金银树，也是最受情侣欢迎的寺庙。
从罗姆利寺出来已经是下午4点50，妹妹和妈妈此时正在这个花园咖啡馆里吃蛋糕喝咖啡。就此我们约好同时往塔佩门出发。从罗姆利寺出来，一座小桥正好横穿护城河。走过小桥，路边又有一座寺庙——乐查蒙天寺，可以看到一座超大的巨型佛像。向西方向，向左转。我们此时也要抓紧时间赶往塔佩门。不是让咱走这小路吧？这个，哇，感觉终于有个阴凉地儿了。走进寺边的喜铺路10号巷，这小胡同非常的清静，环境特好，还有小酒店，挺清静啊。来到泰国的第2大城市清迈，走在清迈古城里，每走一段路就能看到一座虔诚恬静的寺庙，感觉不是在寺庙，就是在去往寺庙的路上。这小巷子确实，我说古城的话就应该这样。咱要不要还沿着小巷子走啊？那算了，走这边吧。向左转。这是什么位置啊？咱们往下走吧。很快，我们来到辛哈勒路，沿着辛哈勒路往南走到帕辛寺，然后顺着乐查当能路一直往东走就可以了。是。南下到维安桥路交叉口，路边有一座寺庙达普派寺。达普是消除的意思，派是危险恐惧的意思，说明这是一座辟邪、消除危险恐惧的寺庙。由于要抓紧时间赶路，就不进去看了。这好像是个学校啊。马上到达了因塔华洛洛路，路边又有一座寺庙吉祥寺，这是一座建于1492年的小寺庙。入口处引路的小和尚雕像，以及院内佛像前的持钵和尚雕像都很可爱。你看他让你进去看看，帕凤寺，阴中流。哇！这个是吗？那走吧，赶紧过去。其实，在吉祥寺西边不远，还有一座兰纳艺术与缅甸文化的融合寺庙城府寺，也叫帕萨寺。据说吉祥寺和城府寺是同一个家族建造的。此时，妹妹带着妈妈从咖啡馆出来，又回到了三王纪念碑。路上还见到了人力3轮车队。我们沿着辛哈勒路继续往南走，一路上看到好多家自助洗衣店。去看看吧。这么回事啊？回去看看吧。路边红色双条车整齐排列着，看这架势，附近应该会有很重要的游客聚集的场所。看看手机地图，没想到这里就是清迈古城中与汽笛龙寺同为清迈地位最崇高的帕辛寺了。
帕辛寺又叫普拉辛寺、北冥双龙寺或舍利子佛寺，是泰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帕辛寺是清迈古城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香火也最旺盛的寺院，堪称兰纳式建筑的完美典范，被认为是泰国北部传统艺术的代表作。哟，快倒车啊！走吧。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10分，我们还要赶时间回到酒店。很遗憾，没能在帕辛寺里仔细转了。帕辛寺从字面意思来看，也会被称为圣狮寺，但实际上帕辛是一系列英文单词的缩写，并非指的是狮子一词，也许是与入口2只白狮子守护有关吧。帕辛寺位于清迈古城内的西边，距离清迈古城的西门花园门不远，是清迈古城东西主干道乐查当能路的尽头。沿着乐查当能路一路往东，可以到达塔佩门，然后继续往东是塔佩路。等他们，那快走快走。这不是一般的寺，是啊，挺猛的一个寺啊。一般都直接走这儿。一直能延伸到古城东边的美平河，可见帕辛寺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也是具有相当高地位的。帕辛寺也可看作是兰纳王国的国寺。1935年，泰国拉玛8世阿南达马西敦国王授予帕辛寺1级皇家寺庙的地位。确切地说，帕辛寺中确实安放着兰纳国王的骨灰。据说清迈历代国王对此寺都十分崇敬，常来此朝拜。1344年，兰纳王国第4世国王坎福于清盛去世。1345年，兰纳王国第5世国王帕玉在清迈城中修建了一座佛塔，并将其父亲的骨灰带回清迈安放于此。几年后，佛塔周围又陆续增加了大殿和其他几座建筑。这一建筑群当初被命名为礼清佛寺。1367年，当帕辛佛像自印度被带到寺庙后，帕辛寺便由此而得名了。帕辛寺的名称由来，相传帕辛佛像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前身释迦狮王，自古供奉在印度菩提迦耶的摩诃菩提寺内。后来佛像失踪了，据说这座佛像是经西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运至洛坤，然后从那里经大城运至清迈，一路辗转，最终供奉帕辛寺的莱康佛殿内。一直以来，帕辛佛像被认为是清迈的保护神。每年4月的送干节，也就是泰历新年泼水节的时候，帕辛寺主持会为大佛净身，请出殿外巡游，保佑清迈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从帕辛寺往东走出来不远，路南边有一座思格寺，也是一座兰纳风格的寺庙，其名字有菩提树好事出现的意思。据说这里曾是第4世清迈王普塔翁的临时宅邸，目前寺内还为游客提供传统的马杀鸡按摩服务。就在思格寺对面偏东一点，还有一座东屿寺。东屿寺始建于1576年，并于1973年10月26日获得皇家赐福。东屿一词出现在文献中，古代指的是伞，是皇家装饰品。东屿寺中会提供免费的冥想课程，以及有关佛教的教育课程，每日智慧。继续往东走，路南有一片大院子，这里就是清迈府警察局。这是什么地儿啊？警察局。这是清迈府警察局。刚才聊到，另外帕辛寺中还有一座建于16世纪的高约20米的大金塔，据说塔内保有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子。寺中一座木质的兰纳建筑风格的藏经阁也被尊为泰国最美的佛教藏经阁。在1578年至1774年，缅甸人统治兰纳期间，帕辛寺一度被遗弃，年久失修。直到1782年，卡拉维国王继位为清迈王后，帕辛寺才被修复。目前整个寺庙建筑群在192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整。据说1925年修复工程期间，在一座小佛塔内发现了3个骨灰盒，人们认为这些里面含有皇家骨灰，不过骨灰盒现已丢失了。最近的一次是在2002年，许多建筑物再次得到修复。这次没能仔细转转帕辛寺，确实是有些小遗憾的。据说英国还有一座清迈帕辛寺分寺，英国帕辛寺。走着走着，路边又出现一座柴帕吉寺，一般也被人们称为胜利寺。
这2天在清迈古城里看到了好多寺庙，尤其是今天专门逛了半天寺庙，从中确实发现了一些规律。清迈佛寺的正门和大殿一般都朝东，一种解释是这个朝向与太阳崇拜有关，同时也可能是为了朝向城东的梅坪河。清迈地区一直以稻作农业为主，水源是整个社会非常宝贵的资源，水也是南传佛教仪式中非常重要的圣物，而且河流也是古代清迈地区主要的交通线，信众往往乘船到佛寺礼佛，因此佛寺朝着河流开门也最为方便。清迈城的正门塔佩门朝东，也是为了朝向梅坪河。不过刚才转过的罗摩利寺确实是个例外，这座寺的大门是朝南的。另外，大多数清迈的寺庙正对着佛寺入口，一般都是佛寺的大殿，大殿的正后方一般是佛塔。除了大殿，一些佛寺也会有戒堂。今天转过启迪龙寺、三王纪念碑、清曼寺、罗摩利寺和帕辛寺，从而多多少少了解到清迈经历了兰纳王朝中的孟来王朝、缅甸占领阶段以及后来的7兄弟王朝。但有一点疑问似乎并没有找到答案，那就是作为兰纳王国首都的清迈古城内竟然找不到曾经的大皇宫，甚至从表面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无处获取。后来简单了解到，清迈的旧王宫名为万考，万意思是城，考意思是狱，所以万考也可直译为狱城。据说该地位于清迈曾经的女子监狱。据说第一世清迈王卡维拉进入清迈城后，就是居住在万考。接下来7兄弟王朝的前6位统治者基本上都是在此居住。第7世清迈王英塔拉维柴亚暖在万考东南新建了一座西式的宫殿，就是现在清迈古城中王太子学校所在地。从此万考被彻底废弃。全是寺。此时妹妹和妈妈已经到达了塔佩门，我们也进一步加快脚步。后来第8世清迈王英塔瓦罗洛西里亚旺捐出了自己居住的曾经第7世王新建的宫殿，用于兴建新的清迈学校校舍。直到现在，清迈古城中几乎都没有王宫的遗址。很快我们又路过一个潘安寺，据说建于1501年，金色的佛殿非常漂亮。下午5点40，我们终于回到了塔佩门，然后回到酒店的门口等待接我们的车。我们提前约好了下午6点去游玩清迈夜间动物园。司机准时来到酒店门口接我们，到达夜间动物园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间。在停车场下了车，司机告诉我们车就在这里等着，估计我们差不多晚上10点前就能出来了。小驴，从停车场走一段路才能到动物园门口。因为晚上夜间动物园里会有一些表演，所以抓紧时间去买票。我们先去看外面的野生动物表演，主要是花豹和老虎、潜水游泳和饿虎扑食。Less active during the midday heat. However, this pattern may vary by season and prey activity. 达300公斤，在它庞大的体型与有独立肌肉之外，它们最显著的特征。ก่อนลุกจากที่นั่งกรุณาตรวจสอบทรัพย์สินสัมภาระรวมถึงบัตรนั่งรถของท่านให้เรียบร้อยเพื่อป้องกันการสูญหาย。表演结束后，回到夜间动物园正对大门的小广场上，晚上7点10分已经开始了歌舞表演。清迈夜间野生动物园 Held by the Tourism Authority of Thailand, remarkably certified by the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下一场表演是晚上7点40的老虎表演，这应该是夜间动物园里最后一场表演了。ตอนนี้กำลังอยู่ในช่วงของแกะเก่งค่ะได้เป็นก็ยังได้
看完老虎表演，我们要先去食草动物区，这里只有长颈鹿是可以自由活动的。不去，这儿呢。这还有一个呢。Hello, giraffe. He's 5 meters tall. Antelope is 2 meters long. 对啊，长颈鹿一直都有2脚。Zebra, giraffe always stay close together. Giraffe can stand this. 从食草动物区游览完之后，接下来要去食肉动物区，也是同样的游玩方式。Fish or tiger living in this area. 对。Antelope lives in the ground like indoor Chinese tiger. Big black bear. Exit on your right, go straight and turn left. 游览完食肉动物区，已经是晚上9点10分。现在夜间动物园里几乎没有游客了，小朋友们都饿了。回到停车场，上车出发回清迈古城，准备再好好吃一顿泰国餐。司机师傅应该是本地人，只会简单的英语。不过我们要去哪里的话，可以给他看手机地图，他也会帮我们送到我们要吃晚饭的泰国餐厅。今天在清迈古城转了多半圈，小朋友们还了解到一个情况，由于历史上兰纳王朝的关系，清迈当地的方言和中国云南的傣语是同一种语言，而且泰国清迈、老挝琅勃拉邦、中国景洪和缅甸景栋并称为兰纳王国4大城市。至今这4座城市的方言差异很小，基本上可以互通。晚上路上车少了，开起来更显得顺畅。大概10点20，我们到达了清迈古城东侧非常受欢迎的一家泰国餐厅——安傣美味餐厅。今天大家都是非常饿了，不知不觉点的有点多，1份泰国炒粉，1份泰国炒宽粉，1份泰式烤米粉，1份泰式炒黄面，1份咖喱粉炒虾，1份煎蛋卷，1份西瓜汁儿，1杯苏打柳酒，1个椰子，1瓶啤酒。这一顿下来吃的是真饱，一共才花了505泰铢。吃饱喝足了，沿着护城河回到酒店，小朋友们一下子又都精神起来了，看上去没有了一点困意。哥哥给妹妹讲起了汽笛龙寺的故事。那清迈最著名的汽笛龙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咱们下期继续吧。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或者转发点个赞。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记得关注3叔，我们不见不散。